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陈哲远被叫8年的带爆地终于爆了。旅行任意门里，陈哲远说他出道8年，围绕在身上的争议是资源咖带爆地。后来博主们还加了一个 IP 粉碎机。对普通观众来说，他的名字基本停留在知道有这个艺人，记不住长相，剧的收视率、口碑都很一般，却有不少好资源。出道作品是搭档李兰迪演饶雪漫的蜜果，演过大 IP 的绝代双骄、郎君不如意、仙剑奇侠传4、偷偷藏不住、白色橄榄树、唐探3。绝代双骄有经典名作在前，不管是林志颖、苏有朋，还是张卫健、谢霆锋版本，都是古装美男，人家演技是真的好。他和胡一天的两人颜值不适合古偶，陈哲远演的小鱼儿妆造还丑，他都说自己拍之后很长时间接不到古偶。年轻演员演翻拍的经典作品，免不了被嘲，也没啥热度。那部剧默皮滤镜还很重，播出效果也一般。和4000年鞠婧祎演的《仙剑4》也是有胡歌版本的珠玉在前，大家不想看毁经典的作品。现实是，网友不知道这剧本怎么样，只记得两人因为番位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上热搜。偷偷藏不住，相比赵露思的夹子音，她被说演技油腻。白色橄榄树算是9.9包邮的乡村版《太阳的后裔》，原作者九月溪一直陷入抄袭风波，剧情烂，他演技和台词都很平，但同样是九月溪的作品。杨洋和王楚然的《我的人间烟火》被骂得惨，却是真的爆红。杨迪说，他和程磊都是淘汰子，相比有实际在手的程磊，陈哲远差哪了？陈哲远算帅哥的，但没有记忆点。媒体盘点带爆地，他、曾舜晞、侯明昊这些年轻演员，但拧出来都分不清谁是谁。就长相来说，陈哲远的脸偏少年感，嘴唇和鼻子有点出戏，被说像王祖蓝，没有性张力、CP 感。程磊和杨洋、肖战、王鹤棣等顶流比，也不算传统的古装美男，但他脸有故事感，可塑性强。CP 感也不错，演古装剧很挑人，外形不占优势，是非常考验演技的。比如吕颂贤，不管是古天乐时代还是现在，他也不算帅哥，但人家演令狐冲就是经典。程磊除了外形不错，演戏也很有悟性。陈哲远是很努力，最好成绩才及格的选手的慢慢来。23年拍的《白色橄榄树》是剧方等了他3年的作品，老板说他不适合，但制片人说他很好。他脸偏幼态，气质也不是硬朗型的，不适合演军人。其实韩剧《太阳的后裔》里，宋仲基跟他差不多，相比男二，他也不适合演。但韩国的编剧能力很强悍，剧本好，导演也很会拍，效果不错。今年2月，剧播出后，骂声一片，除了剧情烂，他业务能力一般也是槽点。陈哲远是科班的，但基本功的确有所欠缺。23年年底拍的《白色橄榄树》，算起来是他出道7年的作品，台词演技还不如李兰迪18岁演《你好旧时光》表现出色。除了演技问题，他也有过对角色理解答非所问的名场面。演林玉芬的大 IP 剧《青簪行》，主持人 Q 他和领导合作有何感想？他把话筒递给旁边的演员，表情有种扔掉烫手山芋的爽感。主持人继续问他《青簪行》和他以前拍过的剧有何不同？他支吾半天说，不同就是我们3个现在到台上了。真有王一博这个问题没意义，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既视感。一直被吐槽，是陈哲远不努力吗？不是，我看过他演讲，说演小鱼儿的过程是很用心的。得知有机会出演，经纪人跟他说竞争激烈，
他啥都听不进去，一心往前冲。第一时间看了小说，找导演聊，写了上万字的人物小传，还看了梁朝伟的版本，网上对小鱼儿的评价。第一次跟导演见面，人家说这个角色有300多人竞争，现在只有100多人了。他是竞4次，从100多人、30多人、10多个人、3人中一步步脱颖而出。最后一次，导演要求在北京试妆后拍照给监制郭靖宇看，再决定用谁。他当时拍的戏快杀青了，没法去，不想错过机会，只能硬着头皮跟导演请求，在剧组就地取材，拍了照片发过去，会耽搁几小时。晚上12点多收工，找摄像、服装、化妆老师帮他弄完，已经凌晨4点多。第二天7点多还要开工。他说自己不后悔，很想要那个角色，就是要付出100%的热情和努力。在准备角色的近半年的时间里，他看了6遍原著小说，2遍梁朝伟的版本。演得好不好另说，但这做事的态度真的很值得大大的赞。陈哲远和我们很多人一样，起点低，也没天赋，甚至有点口吃，不能临场发挥，只能准备好再上台。努力很久都没啥水花，但因为热爱，还是会继续努力。白色橄榄树被嘲，他也是很用心准备的。后来在节目里别人被提到礼赞，他忍不住哭了。一笑随歌里，我听过他原声台词，进步很大，比程毅在《富山海》里好多了。这是他第一部自己配音的古装剧，通配，他干得快崩溃了，第一天就支配了2集。季冠霖配76集的《甄嬛传》也是重头戏，还有很多情绪高涨的名场面，1周就配完了。没办法，天赋这个事可遇不可求。毛晓彤算台词不错，都说演员配音比不上专业配音员的速度。对陈哲远来说，从白色橄榄树台词向 AI 到一笑随歌原声台词被夸，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。2016年和张歆艺演《她很漂亮》时，张歆艺说她以后一定会红。在娱乐圈有很多种红和爆，如果按孙俪的《甄嬛传》、张颂文的《狂飙》、博君一笑的《陈情令》来算，陈哲远还差得远。但对他自己来说，一直在打拼，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在进步，逐渐被人认可，也是红。人生不就是这样吗？绝大多数人都成不了一飞冲天的鹰，只能做脚踏实地的蜗牛。看陈哲远的经历，想起白鹿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被嘲，他俩很像。在观众看来，他已经很幸运了，非科班成了1线小花，一路走来都是康庄大道，哪走过什么万重山？朱一龙、王凯这样科班出身，熬10多年才红，才算过万重山。白鹿吃了不少角色红利，尤其是周生如故，其他的剧演技和台词一直被吐槽，演什么都小人得志的样子，高潮戏份就会大喊大叫，说台词大白嗓，重音都不对。最新的作品《北上》，他依然被吐槽，不是扮丑就转型成功。但站在当事人的角度看，在别人眼里不尽如人意的成绩，是他们历尽千辛后能做到的最好程度。观众看到我演的剧有不少瑕疵，却是我付出全部真情的作品。白鹿在《宁安如梦》的杀青上，他和张凌赫、王星越唱歌，唱着唱着就哭了，是真的共情了。陈哲远说，他没有辜负每一个演的角色，已经付出了那么多，为什么不能是我呢？是的，就像杨迪所说的，不管别人怎么看，这世上总有人欣赏你的才华，认可你的人品，然后不遗余力帮你。我是不够好，但我的人品和努力值得拥有一切的好。